我儿子丢了8年，我疯了8年，7种抗精神病药，12次电疗，我连自己名字都快忘了，只记得我是韩小天的妈。直到有人敲开我家门，递来一个箱子，说里面装着我的儿子，而那只是一个仿真人。是我的小天，我的小天终于回来了。妈妈，我好想你，你别哭，我回来了。8年死寂，一朝回暖。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，让我荒芜的生活重新有了烟火气。没事，不怪你，妈妈重新做就好。妈妈，我帮你一起收拾。妈妈，我被划破了，好疼！快伸手我看看，伤得重不重？那是什么东西？你不是人，你是怪物！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小天做错事了？妈妈别怕，我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疼。妈妈，你还好吗？要不要喝水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妈妈，你还愿意理我吗？他只是需要充电的仿真人，是谁造出了他？又为什么刻意送到我身边？妈妈，早安。你跟我过来。进去待着，你这冒牌货！后面2天，他每小时都会轻声敲门喊我，可到了第3天，储物间再也没有传来半点声响。一定是没电了，也好，省得我心烦。不过一具机器人，我绝不会心软。这个坐姿是我儿子独有的习惯，只有我一人知晓。一个仿真人怎么会模仿得一模一样？谁教你这么做的？是妈妈你告诉我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说小天从小性子倔强，当年走丢被困保安室，就一直这样坐着，连警察都被逗笑了。8年长夜，我怕遗忘儿子的所有细节。无数个失眠的夜里，我对着空气反复诉说一切过往，这些深埋心底的秘密，一个仿真人又是如何听见的？啊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妈妈，你很希望我是假的吗？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它是真的。我疯魔8年，苦苦煎熬，只为等我的孩子回家。脑电波匹配度92%，情感共鸣达标，第1阶段任务完成。妈妈，再等等，很快你就不会再痛苦了。
刚刚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妈妈，今天不会再把我关进小黑屋了吗？不会了，以后再也不会。真相未明，只能假意接纳，稳住它，伺机找出所有秘密。太好了，我可以永远陪着妈妈了。小天，带我去找送你来的那个人，你还记得路线吗？记得，从我被送来那天起，我就悄悄记下了所有路。妈妈，我们下一站立刻下车。妈妈，往右边直走，红绿灯路口右转。你确定就是这里？没错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这里。你以前一直被关在这里？在被送到妈妈身边之前，我一直待在这个地方。这些全都是孩子。他们全都没有妈妈了。我的小天还活着。韩建国是小天的父亲，可他8年前就车祸身亡，怎么会在这里签下名字？韩建国在哪儿？韩小天又在哪儿？您能来到这里，说明第1阶段已经完成了。什么第1阶段？您和仿生人建立情感联系的阶段，您害怕自己会爱上他，但你今天来到这里，至少证明你已经接受了他。少说我听不懂的废话！韩建国到底死没死？那个文件上为什么会有他的签名？韩总8年前车祸并没有死，但是全身瘫痪，靠设备维持生命。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他创立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韩总说他欠您和韩小天一个交代。一个交代？就是送一个假货来骗我。韩建国他人在哪里？我要去见他。跟我走，我带您去看韩总。我以为死了8年的爱人，竟然骗着我活了8年。若雪，对不起。韩建国，你欠我的何止一句对不起？不过我就想问问你，这些恒温箱里的东西你卖多少钱？不谈钱，只交换。交换什么？只给符合条件的人，需接受脑电波监测，用于救韩小天。什么意思？韩小天大脑严重受损，韩总提取神经信号，编码进仿生程序。你是说，小天的仿生人是有意识的？不是意识，是神经反射。仿生人是他不存在的身体。林女士。妈妈，别喊我妈妈！你知道你是假的吗？知道一点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被你关在储物库里的第2天，
我在黑暗里想了很多事情。什么画面？一个小男孩在医院里，头上缠着纱布，很多人围着他哭。那个小男孩是我，对不对？妈妈，我不在乎我是假的，我只在乎你开不开心。这种话，韩建国也说过。天天，不要离开妈妈。妈妈，你醒啦？你不睡觉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不睡觉，我要一直陪着你。我害怕一觉醒来你就不见了。你睡觉时会做梦吗？不会做梦，但会断电。断电的时候我什么都感觉不到，每次重新启动都想要立刻看到你。如果我不在了呢？我不知道，程序里没有写。现在就去睡觉，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位女士，你是不是带着孩子来错地方了？我们这里是做工业扫描的，不是人体扫描。我想你们应该去医院。我没来错，就是要做工业扫描的。我旁边的孩子不是真人，他是个被创造出来的仿真机器人。做得好真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小天，听话，一会儿乖乖去做扫描。您说要做工业 CT 扫描，什么材料？特殊材料，儿童模型。这东西的骨骼结构不是仿生的，那是什么？是真的儿童骨骼，每一根骨头上都有精密的切割和打磨痕迹，然后用一种高分子材料重新连接工艺。这种技术叫生物骨架重建技术，我只在论文里见过。能不能判断骨骼的来源？需要做 DNA 检测，我可以帮您取样。这个仿真人很信任我，不管我让他做什么，他都相信我。妈妈，刚才那是在做什么？只是一些检查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的。刚才检查的时候疼吗？小天不疼。匹配度99.8%是什么意思？骨骼里的 DNA 不会被仿生液污染，不会被表面涂层干扰。骨骼是一个人最后的东西，烧成灰都带着身份。这意味着他的骨头是您儿子韩小天的，每一根都是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抱你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发现我是真的了？你之前不是说你是假的吗？可我觉得自己是真的。我记得妈妈的脸，记得红烧排骨的味道，记得幼儿园等妈妈，这些事情不是一个机器能记住的。我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假的，我只是被改造过了。韩建国那个档案里写着本体存活，但活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一颗泡在营养液里的大脑，还是这个会说话会笑的东西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是知道我是真的，所以不开心吗？不是不开心，妈妈只是太激动了。应该是韩建国把儿子的骨头拆了，重新组装，塞进这个仿生人的身体里。他后脑勺上的这个旋和小天一模一样，这个旋的位置是基因决定的，绝对不是后天能伪造的。韩建国到底瞒着我做了多少事情？小天，你乖乖坐在这里，妈妈去打个电话。仿生人身体里的骨头是不是韩小天的？李女士，这个问题
他那个样子怎么回答我？我只能给你打电话。韩总其实一直在等您问这个问题。明天您来公司，他亲自跟您解释。妈妈，我们回家吧，我都有点困了。好，我们回家睡觉。不对，应该给你充电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好像不再抵抗这个机器人了，甚至能够直面现实了。又或许，他身体的每块骨头都来自于我真正的小天，让我忍不住心软。现在韩建国必须给我个明确的解释，否则我就把他做的事情全都抖露出来。韩总今天状态好了一点，他特意交代要当面跟您说，请跟我来。告诉我真相。车祸之后，小天被送到医院，医生宣布脑死亡。我不信，我是搞生物工程的，我知道大脑会在营养液支持下存活很久很久。所以你把小天的大脑挖出来了？不是挖出来，是提取。小天的神经细胞还活着，能发出信号，能够通过无线传输控制仿生人的每一个动作，说出每一句话。所以那个仿生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是小天在用他的大脑控制。所以那个仿真人不是假货，那是小天在用他的大脑控制一具为他量身定做的身体。他的身体是假的，但他的人是真的。是的。可是那骨头怎么回事？我做了工业扫描，结果显示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都是小天的骨头。车祸里小天的身体被压碎了，但大部分骨头还完整。我不想扔掉，那是小天的一部分，我就把它们取出来，清洗、消毒、打磨，重新组装进仿生人的骨架里，这样小天就能用自己的骨头站起来。韩建国，你竟然瞒了我这么久，我恨你！我知道你会恨我，我假装死亡让你疯了8年。我本来想等到它完美了再给你，可是我的身体怕是撑不到那个时候了。韩总的病最多还能撑3个月。若雪，小天一直在等你，他的大脑泡在营养液里8年了，每天都在喊妈妈。你骗人！小天的大脑没有语言能力，怎么可能喊妈妈？神经信号不是语言，是情感。他当时被泡在营养液里，不知道发什么了，唯一能发出的信号就是恐惧。我们做的这个仿生人，就是用来接收这些恐惧信号的。他把小天的恐惧翻译成语言，翻译成动作，翻译成那句“妈妈，你还好吗？”我做了很多伤害他的事情。你可以恨我，但不要恨小天。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找你。存放小天大脑的实验室在哪儿？我想去看看。周远，你带若雪去看看。是温暖的，是有温度的。它的温度一直维持在36.5度。韩总说，小天的体温从小就偏高，36.5度是他最舒服的温度。那他有痛觉吗？有的，车祸的创伤留下永久性痛觉记忆，大脑会周期性发出疼痛信号。那天他被盘子割破手指，说妈妈疼，我以为那是程序，原来是真的疼。小天，都怪妈妈，是妈妈没能早点认出你。这就是他的语言，他的神经信号在说：“妈妈，我在这里。”韩建国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件事？韩总怕你接受不了，说你已经遭受太多痛苦了。如果让你知道小天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怕你受刺激想不开。韩总想把一切都修复好，把完整的小天还给你，但时间不够了。仿生人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，他的仿生器官会老化，神经网络会衰退，最多还能运转1年。1年之后，小天的大脑就再也连接不上任何身体了。能不能就是过期的时候再重新做一个？不能，仿生人需要小天的神经信号持续输入来校准模型，但这个信号正在衰减。小天的神经细胞在8年里已经死了将近40%，
剩下的也在加速死亡。按照韩总的测算，最多还有1年，这些细胞就会全部死亡。1年？别开玩笑了。我好不容易找回了儿子，结果你们告诉我只剩下1年的相处时间了，为什么上天要如此捉弄我？韩总也很伤心，他没有任何办法了，只能劝你在这1年的时间里能够想清楚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啊！我帮你热了饭。我看了你做一次，就试着做了一下，可能不好吃。妈妈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既然好吃，那妈妈为什么要哭？妈妈不哭了，以后妈妈要和小天一起过开心幸福的日子。太好了，小天现在就很开心幸福。妈妈，我知道你去看我的大脑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能感觉到，每次你靠近那个房间，我的信号就会变强。被关在玻璃里面是不是很害怕？小天不害怕，我怕的是你不知道我还活着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你就是妈妈活生生的孩子。那你会嫌弃我吗？我不是完整的，我只有一颗大脑和一堆骨头。你是完整的，你就是韩小天，从头到尾都是你。喜欢这个颜色吗？喜欢蓝色。你从小就喜欢蓝色。妈妈也知道。小天，妈妈昨天给你买的新玩具你放在哪里了？妈妈要先拿去消毒。被隔壁的小明拿走了，我不好意思要回来。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因为妈妈说过要和小朋友分享。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，该有多好啊！我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。妈妈，我今天想画画。画什么？画妈妈。好，妈妈给你拿纸笔。韩总的病情恶化了，可能撑不过这1周。爸爸，我们来看你了。谢谢，对不起。爸爸的手凉了。妈妈，爸爸去找真正的我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真正的你？就是那个泡在液体里的我。爸爸说过，等他死了，他会去陪我。韩建国去世后，我开始真正的了解这个公司的业务。表面上是做情感修复的生物科技公司，实际上是为失去孩子的父母提供仿生人。每个仿生人都使用孩子本人的生物数据建模，包括 DNA、神经信号图谱、行为习惯数据库。价格不是用钱衡量的，而是用父母的情感数据来交换。爸爸喜欢蓝色。爸爸再见。林夫人，韩总去世前说过，他死后公司交由你全权接管，公司所有的股份和专利都转到了你名下，维护小天的生命系统直到最后一刻。自从你来了之后，小天的神经信号比以前稳定了很多，他的恐惧信号下降了60%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信号，韩总把它命名为安全信号。也就是说，他不再害怕了，因为他知道妈妈在身边。太好了，我会一直陪着我的小天。韩总之前说过一句话，真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重新去爱。我现在真的能够重新去爱了。韩建国不是一位合格的丈夫，但他确实是一位父亲。妈妈，大海比梦里的还大，蓝蓝的特别美，我好喜欢大海。以后妈妈经常带你来玩好吗？好，妈妈，沙滩上还有贝壳，我们一起捡起来，然后送给爸爸吧。爸爸看到贝壳，肯定知道我们去看它了。好，小天真是好孩子。妈妈，你知道我在玻璃舱里的时候想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想快点长大
长大之后就可以从玻璃舱里出来，帮妈妈做饭，帮妈妈洗碗，帮妈妈捶背。后面想着想着就不怕了。你现在还想长大吗？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学会了做饭，学会了画画，学会了照顾妈妈。我很爱妈妈。妈妈也爱你。过去3个月里，活跃神经元从60%降到45%，最多还有6个月。6个月。神经细胞死亡不可逆，需提取数据，优化仿生模型。你的意思是，让小天的意识彻底消失，只留一个程序？从技术角度讲，是的，但他现在有意识，行为模式中有一部分是无法用算法解释。所以他正在消失，仿生人的行为会越来越像他，但那只是数据的累积。真正的他，那个会害怕、会疼、会想妈妈的他，正在一点点死去。理论来说是这样的。妈妈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变成了一个真的小孩，有血，有心跳。那不是梦。其实我知道我不是真的，我的身体是塑料的，我的血液是仿生液。你就是韩小天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有他的骨头，有他的神经，有他的记忆，你爱吃红烧排骨，你洗澡咸水烫，你走路喜欢走右边，你就是他。妈妈，你哭了。妈妈，你别哭。我不在乎我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只在乎你开不开心。这是我的程序里唯一的一条指令。原来他的程序里只有一条指令，无条件爱我。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超出了这条指令。他会疼，会怕，会想妈妈，会在黑暗里敲门问我好不好。这些东西不是程序能写出来的。你是真的，你是韩小天，我不要任何人的答案，我只要我的儿子。好，我是韩小天。妈妈，我是你儿子。管他是真是假，这就是我的儿子。我不能接受小天的意识消失，就是只剩下6个月，我也要和他安稳幸福地度过，让他体验到美好的生活。妈妈，今天我上学交了好多好朋友呢。太好了，你要和小朋友友好相处，千万不能打架斗殴，更不能让自己受伤。如果受伤流血了，要把伤口藏起来，然后立刻给妈妈打电话。妈妈，我知道了，这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。你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糖醋排骨。我帮你。你什么时候学的？看妈妈做就学会了。妈妈，你看，它飞起来了。妈妈，我的胳膊动不了了。小天不怕哈，应该是不小心沾到水导致停止运行了。妈妈这就带着你去公司。怎么样了？没有大问题，就是进水了。仿生关节对湿度敏感，需要定期保养。那以后我每个月都带他去公司做一次全面维护。左手臂也有一根控制线老化了，我给他换了根新的线，不用担心。仿生手臂里没有痛觉神经。好。妈妈，刚才我的手动不了的时候，我好害怕，我怕我再也不能给你做饭了。不会的，坏了就修，修不好就换新的。可是我不想换新的，新的就不是我了。是你的，会一直是你的。妈妈，我睡不着。怎么了？我刚才梦到玻璃舱里的自己了，我在水里，很黑，很冷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是我能听到妈妈在喊我，但是我拼命游向你，但游不过去，水太重了。然后我看到爸爸说会来接我的。小天不怕，这只是梦。爸爸变成大海了，我也要变成大海吗？你不会变成大海，你会一直在我身边。小天的大脑在玻璃舱里，大脑死了，他也就死了。但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个答案。你不会死的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子。儿子不会死，妈妈会保护你。太好了，我不要离开妈妈。那妈妈给我多讲讲小时候的事情吧。你3岁那年走丢，在保安室里双手背在身后坐着，下巴抬得高高的，把警察都逗笑了。5岁那年第一次吃红烧排骨，吃得满脸都是酱汁，说妈妈你做的饭最好吃了。
我醒来给妈妈做红烧排骨，这次我研究了新做法，肯定比上次的还要好吃。好。我不怕，我已经做过一次大手术了，小的不算什么。小天最坚强了。妈妈，你看，我满血复活了。小天最棒了，刚做完仿生关节磨损手术没多久，韩小天的听力下降了，需要更换人工耳蜗。我意识到这具躯壳就快要结束了，该换上人工耳蜗了。不换，我的耳朵还能听见。小天，你要听话，你已经听不清我说话了。我喜欢听你说话，戴上人工耳蜗就能听得更清楚吗？我想听妈妈每天说爱我。答应你。这是我最好的话，这样妈妈每天都能看到我，太完美了。妈妈，酱油多了，哎呀，放盐的时候不要手抖啊。你烦不烦？妈妈，你这样做饭太难吃了，我不看着不行。那你来做。算了，今天让你表现一下。妈妈！啊，妈妈，我还以为你丢下我一个人走了。怎么可能？妈妈看你睡着了，不想打扰你，就去浴室洗衣服了。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。我怎么可能不回来？我会一直陪着小天的。我知道，但我怕。我闭上眼睛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。小天不怕，一会儿妈妈抱着你睡。小天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或者说，我永远都准备不好，但我已经接受了。然后呢？故事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当然是美好的，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。那就好。妈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3岁那年走丢了，在保安室里坐着，那时候我好怕你不来了。不过你每次都来。不管你去哪儿，妈妈都能找到你。妈妈，我想去再看一次大海，我喜欢蓝色。好。妈妈，大海还是那么大，那么蓝，爸爸在海里吗？爸爸在大海里，大海是最好的归宿。刚才那朵浪花是不是爸爸在跟我招手？是，爸爸也想小天。妈妈，我突然好累啊，但我不要回家，我想在这里睡一会儿。水好凉，但好舒服。妈妈，我跟你说一件事。你说。我这辈子很开心，虽然很短，但很开心，因为你在。我走了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不是死了，我只是睡着了，我一直在。小天，你能不能先别去找爸爸，再陪妈妈一段时间？妈妈，你的眼泪是热的。你快来，我在给你做红烧排骨呢，这才肯定不咸了。妈妈，你看，我把大海都画下来了，画完这幅画我就要离开了，我要去找爸爸。妈妈，你不要想我。不要啊，小天，不要留妈妈一个人。小天，你在那边要幸福啊！妈妈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我翻看了所有的交付记录，3年里，一共有47个家庭收到了仿生人，47个失去孩子的父母，47个替代品。其中有一部分人发现了真相，把孩子退回来了；另一部分人选择假装不知道，
继续和仿生人生活在一起。还有一部分人，他们真的相信那就是自己的孩子。我叫林若雪，我儿子叫韩小天。他丢了8年，我疯了8年。后来他回来了，虽然时间很短，但他回来的那段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时光。